一起，就想跟他好好过日子。可是现在感觉一切都不一样，他天天给我耍心眼。我哪有功夫跟你耍心眼？这都是你自己瞎想出来的。咱们俩一起过日子这么久了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的孩子，钱都留给他们花，都快给他们宠上天了。咱们能不能说点别的事儿？天天是钱钱钱钱。你当时说不在乎我的钱，你现在就是因为我的钱打来打去的，有意思吗？本身就是你自己身上有问题，用来怪我。咱们非得把这事弄明白，要不谁也过不好。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于宝才，63岁，来自哈尔滨，是位农民；女嘉宾孙淑霞，56岁，同样来自哈尔滨，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你们算半路夫妻是吧？对。结婚多少年了？13年。结婚的时候各自都有孩子吗？他仨儿子，我仨姑娘。今天谁要来啊？我。要来干嘛呀？要跟他离婚。说说离婚的理由吧。啊。我们俩是半路夫妻，他老伴是去世的。啊。我是离婚的。后来我过了3年，经过朋友介绍，说是给我介绍给他，说挺能干的，怎么的，就是一样，有机会，有外债，仨儿子嘛，俩大儿子、二儿子都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小儿子小，10几岁。欠了5万块钱外债，我一直跟他还，没等还上呢。我们一开始跟他过的时候，他家，有房子，大儿媳妇、二儿媳妇住。我们俩呢没有地方住，养猪。我们屯那个张头啊，他盖一个趟大房子，他说让我们上那去养猪去。过了2年多，没成想人家给那房子卖了，这没有办法啊，我们这外债也没还上。死逼无奈还得借钱，借钱又盖了一个房子，东拼西凑的借了点钱盖着房子，到现在今年才来装修，一直就这么没有钱，一直就有这外债。所以您给描述的实际上面就是结婚13年，一直经济比较紧，一直在还债。对，等于当时嫁他的时候就图他这个人了，是吧？对，就图他人。我前夫嘛，因为不干活我就发恨，以后就想找个任劳任怨的。他任劳任怨吗？他是任劳任怨了，但是他儿子不给他争气呀。他儿子做买卖，说要给房照押出去贷款，贷10万。贷1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们这个钱还没有还清啊！贷了10万，结果买卖没做成。这银行贷款，因为你不还利息，所以人家就得要你房子。儿子呢找不到，银行就找我们去要钱，因为房照是他的房照，签字呢又是他签的。当时我都说，我说这房照吧，你不能给孩子贷款。再说咱家那孩子吧，不是那做买卖人，好吃好喝。你说这房子现在呢？压着呢。第二点，我家姑娘说的开个食杂店开个食杂店呢。我说那咱们你看别的都能赚钱，给拿点钱，咱们给孩子拿点钱吗？他说没有钱。你说我家的孩子开店，你不支持我，这不跟我藏心眼吗？完我这个事儿我就先放那。有钱没家里？那时候是没钱，但是这作为我来说，我管钱家没钱。作为我来说，我就应当去借钱给孩子。以后再还那是又一码事儿。明白了，就是觉得老李头你这人不地道是吧？连句敞亮话都没有。然后他母亲有病了住院，他俩弟弟他们哥仨，他妈在他老弟那儿。他老弟说的嫂子，咱们一家先拿2000块钱到医院先给我妈治病去。我说的那我就拿吧，那年我还真没钱，我姑娘给我拿2000块钱，说是我给看孩子不能让我白看，我寻为了给老人治病嘛，我就给这个钱拿出给老太太看病去了，然后到公社医院去看病，医院到那一检查说脑出血，必须得上省医院看病去。我们就到省医院，到省医院这4000块钱根本就不好干啥。我老弟呢又说了，嫂子咱们一家再整1万块钱吧，我们家那。
现在我说的一个就是呢，他宠儿子啊，这儿子我说当时贷款，你别让孩子贷款，咱家的孩子吃喝吧，大手大脚，不是做买卖人，你不听。也1分钱也不花，就这么干吃。我就是生这个气，为啥我对你家孩子那样，你家孩子对我这样呢？这个小的现在一天回家吃喝，吃完就睡，睡完就上网，半宿上网。上班的时候不赶趟，还得开车送，还得整个小电瓶车，还得送呢。谁送啊？他爸送啊。他家孩子惯成这样，我家孩子呢，我开个店开了2年，人家给房子卖了。给房子卖了，毕竟得给人倒房子呀，倒房子。我家这姑娘，3个姑娘都回来帮我点货呀、摆货呀、干活啥都干。他家孩子呢没上班，上一宿网，第一天早起来呢，吃完喝完睡一天觉。我家孩子我能说让我帮干活，你家孩子为啥你不能让你家儿子帮我干活啊？你要是上班不在家，我啥都不说，你儿子在家睡大觉啊，因为他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。不可能的，听明白了。我就是啥呢？我意思呢？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老伴儿说我什么我都认，但是我对这俩儿子的态度我不会变。不是，那不是不会变，我也得慢慢管他，慢慢叫他转变。什么时候他要什么时候转个完呢？这玩意儿哪有保证？我就看我的能力了呗。但你这孩子这么惯，以后怎么办？怎么生活？这是有父母活着他这样，父母又没让他这生活的能力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哎，问问你，老婆不跟你过了，你怕不怕？我呢，尽量叫他跟我过，要实在不敢跟我过，我也不能拿绳把他给绑回来。听明白了？你跟我们说说，你跟大姐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呀？我跟她就是为了有个美好的家庭呗。美好吗？不美好啊，我可挺内疚的。
没给他幸福。但是那你得想办法解决呀。对呀，现在那一会儿大家给您出主意，您听吗？肯定得听啊，有好主意我能不听吗？一定听是吧？听，一定听，谁出好主意你也听听吧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有辙没辙？啊，有招没招？大哥有一句话叫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就你把所有的事儿调过头来翻个个儿，换位思考一下。你想想，假如是大姐家的3个姑娘不争气，然后是大姐背着债，您一直兢兢业业地帮着还债，还完了债又来了一波，跟您在一起也13年的夫妻了，这中间都有感情，所以就是您对儿子的宠爱和对大姐的这种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比。所以现在您要弄明白一件事儿，这日子是要跟儿子过下去，还是要跟大姐过下去？当然跟老伴儿过呀。对呀，跟老伴儿过去，那该怎么过？最重要的是您的态度，您有没有一个要跟老伴儿过下去这样一个好的态度？如果您要一直对儿子只是说服教育，没有实质的措施，或者没有一个强硬的态度的话，那对于大姐来说，她是真的看不到希望的。你的溺爱是给他们未来增加了更多的阻力。我不管你债务，我说不管就不管，您不管这个债务，让银行就去找他，就去找儿子，让他知道男人是要有承担，要有责任的，做出去的事儿要负责任、负后果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谢谢沙老师。来，曲总，大哥，您叫什么名字来的？我叫于宝才。于宝才，但才跟您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。您唯一有一个宝，您知道是谁吗？我老婆。大姐是吧？您挺聪明的呀，事儿也都懂啊。他已经还了，帮你还了13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能不能为这么爱你的女人做点事情？你在儿子和爱人之间，你分得很清楚的。大哥，您这事儿做得很不对，你不能把大姐的收入用来去还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一定要把您的点头化为行动，不要嘴上敷衍。大姐一定不能再拖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谢谢。我多少次都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女人离不开男人，是男人离不开女人。本以为这4个女人找到4个男人是个依靠，即便是日子过得艰难一点，但只要齐心协力，这对半路夫妻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红火。是，当时也这么想的。但是谁知道，想靠别人，反倒成了依靠。是。老于站在台上，你还真没法说他什么。当你愤慨的时候，气愤的时候，他默然承受，一语不发。等到他发言的时候，又是点头，又是鞠躬，满脸堆笑，我就是错了。做下去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可取之处，也有不可取之处。关键是老于心里是不是装着你，这很重要。但事实上，在我看来，其实不是。你说他对你很好，但是在关键时候，儿子永远是第一位。而且，这种关爱儿子的方式，刚才也说了，它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。所以，其实在我心里看来，老于没有多爱你。你从在场上有几句话，你可以听得出来。老于在说你最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说，大概原话我不太记得，大概意思就是，又不是我要找的你，是你要跟我结的婚。还有什么比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还了那么多钱债，过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这个男人说，当初又不是我要找的你，是你要找的我，更伤心的吗？对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老于爱不爱你？我不觉得。另外，每次在说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，你觉得你愧对这个女人吗？我愧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尽量挣钱，对她好吗？但这明明是一句谎话。13年是债务连连的13年，你还在说我要挣钱对你好，所以说老于所谓的对你好都是谎话。其实这13年来一直在享受你对他的好。
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一个老婆死了的男人，在再婚之后，还对自己的儿子那么好，相对于有一些男人在再婚之后，自己的亲生儿子管都不管，老于还算是一个念旧的父亲。但是这是他的好，跟婚姻无关。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0年、20年，他还会那样去宠孩子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老于心里有没有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挺无奈的，生活吧，13年了，是吧？走呢挺难走的，是吧？走其实也挺难走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一直琢磨怎么办呢？先表个态吧，心里有他没他？有他，当然有他。这个，你别给我话说出来，但是心里有他。好好，老于你也别口口声声的说我心里有他，他重不重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，就用最自私的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嘛。我老于，谁给我养老？是我对面的这个跟我一起生活了13年的女人，还是我那3个儿子？你想清楚这件事儿，后面的事儿你就不会那么糊涂了。大姐很简单，过下去的唯一前提是她能一心一意的跟你过，否则就走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古房红糖真情60秒。你静静无言看着我，一直很久的期待，我不知是否那就是满心恋你的爱，不知从那天起。这1分钟是最尴尬的1分钟，是吧？有人都不知道说什么。13年婚姻的本质看了看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请回啊！我早已经明白，可我却难以躲开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看了一段13年的婚姻啊，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有的时候其实真相挺残忍，会做怎样的考虑呢？来，请开门。老于啊，我觉得如果你要自己执意的这样去宠孩子，那你自己一个人扛。虽然方式不对，但我们都觉得你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父亲。但你不要去拖别人。我说句实在话，我最讨厌听的一点就是你开始所说的那句话，就大概意思是当初不是我要找的你，是你要找的我。我觉得这种话是最伤人的，人家跟你还了13年的债，你说这种话。行了，别气愤了啊！谢谢您，请回啊。